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很多人心里都琢磨过的问题，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有过那种毛茸茸的小伙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看着你家狗狗特别忠诚地看着你，或者你家猫咪在你腿上打呼噜，然后心里咯噔一下冒出个念头，以后我们还能再见吗？在那个据说没有眼泪的地方，这个问题啊，宠物会去天堂吗？其实不光是感情上的事儿，它碰到了我们信仰里一些很深的东西，关于创造啊、救赎啊，还有上帝最终的那个计划。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渴望，渴望一个没有失去、没有痛苦、没有告别的世界，对吧？就是我们信仰里那个最终的盼望。你之前发我的那份资料就挺有意思的，它深入探讨了在基督教里头关于这个问题的好几种不同的看法。是的，那份资料梳理得挺清楚的，把现在主要的几种观点，还有他们背后的神学理由都列了出来。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问题能引起这么多讨论，因为他确实碰到了信仰里一些挺根本的张力。这就有意思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光是把答案列出来，我们想跟你一起往深里挖一挖，看看这些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他们怎么解读圣经，怎么理解上帝。更重要的是看看这些资料揭示出来的那个核心的张力，就是说严谨的神学，我们深厚的感情，还有对上帝良善的那个信靠，这几者之间我们怎么找到一个安放我们盼望的位置。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深入思考一下。好的，那根据你的给的资料，主要有3种看法，在基督徒当中比较普遍，我们先简单过一下。当然，简单说啊，第一种观点呢，倾向于认为，动物没有那种永恒的灵魂，天堂主要是为人预备的，就是按上帝形象造的人类，所以宠物呢，可能不会以我们熟悉的那种个体形式去永恒。第二种观点，他看得更宏大一点，着眼于那个新创造的途径，相信上帝最后会更新、会救赎他造的一切，包括动物界。所以宠物呢，在那个新天新地里，应该也有一席之地。然后第三种呢，就比较谨慎，他承认圣经在这事上没给一个特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他鼓励我们，就是基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他是慈爱的，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可以心存盼望。好，3种不同的思路，我们先来仔细看看第一种，只有人类这个观点，它有力的圣经根据是什么？这种观点啊，它最核心的依据，就像资料里说的，是创世纪第1章26到27节，那里写得很清楚，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然后他就真的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关键就在上帝的形象这几个字儿。上帝的形象。对，传统上就理解为这赋予了人理性啊、道德感啊、灵性啊，还有就是能跟上帝建立关系的那种能力。这些呢，通常认为动物是不具备的。所以这个逻辑推下来就是，天堂的核心是跟上帝永远在一起，对吧？那只有具备上帝形象的人类，才有这种永恒的灵魂和能力去参与。动物呢，虽然也是上帝造的，很美好，但他们的生命，可能就只限于鸡生了。就是这个思路。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会强调，这并不是说看不起动物，而是要维护人在上帝创造秩序里的那个独特性和尊贵。他们想严格的按照圣经字面意思来，避免把我们人的感情投射到神学解释里去，怕超出圣经启示的范围。这种严谨性我能理解，但马上就有个问题，不是吧？你看圣经里，特别是诗篇，比如资料里可能也提到了诗篇104篇，里面好多地方都在描述上帝怎么无微不至的关怀各种动物，给他们吃的什么的。对，没错。如果动物的存在对上帝来说那么次要，他干嘛那么细致的写他怎么爱护他们呢？这个只有人类的观点怎么回应这种圣经内部好像有点矛盾的地方？这确实是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是这种观点经常被问到的。通常的回应是，要区分一下，区分上帝普遍的恩典和看顾，和上帝的救赎计划与永恒旨意。
哦，区分开来看。对，他们会说，上帝确实看顾他造的一切，但这不等于说就给了他们和人一样的永恒地位，或者说他们也需要同样的救赎。上帝的看顾可以体现在今生的秩序和供应上，但救赎和永恒的焦点还是在有他形象的人类身上。这个区分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是就像你感觉到的，在情感上，很多人会觉得，这有点冷，或者说有点切割感，很难完全安慰那种失去宠物后的失落感，还有对重逢的那个渴望。确实，情感上有点空。那我们来看第二种观点，那个听起来充满希望的万物复兴论，它又是怎么从圣经里找依据的呢？这种看法呢，它往往是从一个更宽广的圣经叙事角度出发。比如说罗马书第8章19到21节那里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还说他们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受造之物，对，这个受造之物一般就理解为不光是人，而是包括了整个被造的世界。这就暗示了整个创造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都会经历某种释放和更新。还有旧约先知书里的一些画面，像以赛亚书11章和65章，都画了新天新地里动物之间，还有动物跟人那种和平共处的景象。狼跟羊羔一起吃东西，狮子像牛一样吃草那个很美的画面。对，这些画面呢，就被解读为不光是象征性的，也预示着动物在最终那个和谐的国度里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把眼光放宽了。所以这里的逻辑就是，如果上帝最终的计划不是毁掉这个世界，而是像启示录里说的，要将一切都更新了，那这个一切难道不应该包括他起初看着是好的那些动物吗？对，这个复兴，马太福音里也提到这个词儿，是吧？它是涵盖整个创造界的，不光是救人的灵魂。没错，这正是这种观点的核心力量。它挑战了那种觉得物质世界、身体是次要的，最后都要扔掉的观念。他强调上帝的救赎是全面的，是针对整个创造的。他提供了一种更整合的盼望，就是说我们经历的这些美好，包括跟宠物的关系，很可能在上帝最终的更新里被恢复、被提升，而不是被忘记。这种看法跟那个新创造神学是紧密联系的，认为最终的结局不是逃离，而是转化。这听起来确实很吸引人啊，也更符合我们想象中那位真是他所有创造的上帝。但是，就像资料里可能也提醒的，这种观点有没有什么解读上的风险？比如，我们能直接从这些很宏大的经文就跳到说我的小狗旺财肯定会在那里等我吗？这就是要小心的地方了。虽然这些经文画了一个万物复兴的很棒的图景，也提到了动物的存在，但他们没有给出那种非常明确的个体性的承诺，就是保证你家那只独一无二的有名字有性格的宠物会一模一样的复活跟你重聚没有这种个体化的保证。所以主要的挑战就是避免过度解读，把那个对整个创造界都会被更新的盼望直接等同于说我这只宠物必然复活，这可能就超出了圣经明确应许的范围了。我们需要区分普遍的原则和具体的个体承诺。如果过度承诺圣经没明说的事，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失望，或者神学上跑偏了。这个区分很重要，在盼望和确据之间要把握好平衡。这就很自然地带到了第三种观点，信靠神的良善。听起来他好像想在前面两种观点之间找一条中间的路。可以这么说，这种观点首先很诚实，他承认关于我这只宠物它到底会不会去天堂这个特别个人化的问题，圣经没有给一个简单的是或者否。他尊重圣经在某些具体细节上的沉默，他不硬说。对，不硬说，但他也没停在不知道这儿，他接着就把焦点转向上帝本身，我们所认识的那位上帝。我们从整本圣经里认识到的上帝，他是什么样的？他是爱的源头，他充满怜悯，他乐意给各种好东西，对吧？像雅各书说的各样美善的恩赐，他连一只麻雀掉地上都看顾。马太福音里说的，他的本性就是良善和慷慨。那么这种观点的推论就是，
既然我们的宠物常常是我们生活中体验爱、忠诚、喜乐、陪伴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肯定都是好东西啊，甚至是上帝品格的一点点反应。那么，这位本性就是良善的上帝，在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家园里，有没有可能他选择恢复这些曾经带给我们这么多安慰，也塑造了我们品格的关系呢？虽然没有白纸黑字的保证书，但是基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这种可能性难道不值得我们去盼望和信靠吗？哎，你抓得非常准，这就是它的精髓。这种观点的优势在于，它很巧妙地结合了神学上的谦卑，就是承认启示是有限的，和对上帝核心属性的那个坚定信靠。它既不越过圣经去下断言，也不因为没有铭文就陷入绝望。它鼓励一种积极的、基于信任的盼望，把最终的决定权和可能性交还给那位智慧和慈爱都远超我们想象的上帝。焦点就从我能得到什么保证，转向了我信靠的这位上帝是谁。这种视角确实提供了一种情感和理智上的平衡感。那它的短板或者说挑战在哪儿呢？对那些想要确定答案的人来说，它好像还是留了个问号。没错，它的主要不足就在于它提供的是一种合理的盼望，而不是一个确凿的答案。它最终要求的是信靠，而不是眼见或者字面凭据。对那些在悲伤中特别渴望一个肯定承诺的人来说，需要抓住一个确切的应许才能安心的人来说，我们信靠上帝的良善，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许他会给我们惊喜。这样的回答可能感觉不够硬，不够直接，它留下了一定的模糊空间，是需要信心去填补的。三种观点啊，三种不同的侧重和考量，都扎根在对圣经和上帝的不同理解维度上，非常有意思。在你仔细看了你分享的这份资料之后，你感觉作者本人他更倾向于哪一种视角？或者说资料本身有没有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比较整合的看法？从资料整个的论述，特别是最后那部分的强调来看呢，作者似乎特别欣赏第三种观点，信靠神的良善，它体现出来的那种平衡感和对上帝主权的尊重。但作者并没有停在这里，他强烈建议把这种信靠跟第二种观点里那个关于新创造的神学框架结合起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信靠上帝的良善，而这份良善是在他要更新万物，不光是救人的灵魂，这个宏大计划的背景下展现出来的。这个结合点很关键哈。也就是说，我们的盼望不是寄托在一个脱离物质世界的纯粹的灵魂天堂上，而是扎根在上帝要更新、要完善他所创造的这个包含物质和生命的世界的应许上。完全正确，这正是这份资料想要强调的核心洞见之一。基督教的终极盼望不是逃离地球，而是新天新地降临人间。所以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的宠物是不是符合某种灵魂标准才能进去天堂，而在于在上帝那个包罗万象的更新计划里，启示录21章说的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里面有没有他们的位置？这个一切的范围是那么广，我们很难事先就把它们排除掉。这一下子感觉忽然开朗了，就像资料里那个有点俏皮的比喻，如果那位既创造了万物又宣告要更新万物的上帝，他觉得让你在那个全新的完美的创造里，跟你那个曾经带来那么多纯粹快乐和陪伴的宠物重逢，是件好事，是一份能让你更深体会他的爱和喜悦的礼物。那谁又能说他不会这么做呢？他的慷慨和创意难道会被我们小小的神学框架给限制住吗？这确实提供了一个既尊重圣经整体启示，又充满人情味和无限盼望的思考空间。而这种思考呢，最终就把我们引向一个更深的层次了。就像资料结尾提示的，这个关于宠物和天堂的问题，它最终的价值也许不再找到一个100%确定的答案，而在于它促使我们更深的去默想上帝是谁，以及他的心意是怎样的。我们的焦点就从我的宠物能不能回来，转移到我信靠的这位上帝，他的爱、智慧和能力到底是怎样的。
对，当我们把信靠的锚抛在上帝不变的良善和智慧上时，心里就能得到一种超越环境的平安。不管永恒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可以相信，那一定是远超我们想象的美好。就像哥林多前书那里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种信靠本身就带来了安慰。是的，基于这份信靠呢，资料最后提了一个非常实际，也挺引人深思的问题。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让我们一起琢磨琢磨。你说，我听着。问题是这样的，当你开始相信上帝那份更新和复兴的爱，不仅仅是为人类预备的，也可能以某种方式涵盖了他所创造的一切生命，即使具体方式我们不完全清楚。那这种信念会怎么影响你今天跟动物互动的方式，尤其是你身边那些宠物？哇，这个问题挺有力量的。它把一个关于未来的神学讨论一下子拉回到了我们当下的伦理实践。的确是，如果我们的盼望里包含了对整个创造界的尊重和对上帝慈爱普及性的认识，那也许就意味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用更深的温柔、耐心和责任感来对待动物。我们可能就不再仅仅把宠物看作是满足我们情感需求的东西，而是开始把它们看作是上帝奇妙创造的鲜活见证，是他赋予这个世界趣味、忠诚和纯粹之爱的小小的载体。他们的陪伴本身就是一种恩典的提醒。是的，感谢你和我们一起这么深入地探讨了这个很触动人心的话题。关于宠物和天堂，看来这份资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和一份更深的信靠。非常同意。神学思考的美妙之处，很多时候不在于找到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而在于这个探索的过程本身，它能加深我们对那位既爱你也爱他所造万物的上帝的认识和体会。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心的旅程，一种成长。希望这次基于你提供的资料所做的探讨，能给你带来新的启发和安慰。无论你最终倾向于哪种理解，愿我们都能在对上帝无限良善的信靠中找到安息和力量。